哦，张伟丽，张伟丽。张伟丽刚获得金腰带不久，巴西选手竟时隔7年再次来华报仇雪耻。比赛前赌上100万美元身家，看似胸有成竹，结果在比赛中不仅颜面扫地，反倒因为伟丽的全身按摩，险些一睡不醒。她就是巴西柔术双冠王艾琳。艾琳作为巴西新生代中最具潜力的选手，自从7年前成为了伟丽的手下败将，每日刻苦训练，抛洒汗水。眼看张伟丽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所以她破天荒的在1年之内连续挑战18名选手，终于把自己打进了世界前5。可能她软柿子捏多了，有些忘乎所以了，竟然胆敢嘲讽张伟丽的长相，质疑张伟丽的实力。张伟丽千万不要逃跑，一定要在中国洗好脖子等着我，扭断你的脖子只需要1回合，因为你1没实力，2没颜值，而我艾琳则是德才兼备，所以不想死就赶快双手捧着金腰带，然后跪在地上送给我。嚣张，实在嚣张。不过当我们透过表象看本质，艾琳即使获得世界排名第5，但伟丽已是格斗女王，有的是理由拒绝她。所以说口出狂言的原因就是想用激将法实现目的。然而伟丽非但没有对他恶语相向，反倒面露微笑表扬艾琳。他非常顽强，非常顽强，就是打不倒的感觉。所以我这次希望他更顽强一点吧。张伟丽显然毫不在乎艾琳的复仇，所以面露微笑夸赞对手。但在艾琳看来，她自然认为伟丽看不起自己。实际上伟丽说到做到，凭借着精彩的比赛手段，为观众上演一出好戏。话不多说，一起来到比赛的约定日。首先来看一段 VCR。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轴、非常执着的一点。我上场比赛，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输，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打满比赛。我每次上场就会用最快的方式去解决。张伟丽一如既往，保持着昂扬的斗志，热情友好和大家打招呼。身后的蔡建军教练手举腰带，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这是一场昆仑决的金腰带卫冕战，输掉比赛就要被抢走金腰带。张伟丽丝毫没有负担，只因中国观众热情友好，是他最坚强的后盾，此战至关重要，期待他如何 KO 对手。身穿红色衣服的是艾琳，经过7年时间的磨练，艾琳身体素质有所加强，身体看起来比伟丽强壮。很多老铁不明白原因，为何伟丽要跨级别打比赛呢？还不是草量级被伟丽统治，导致无人胆敢挑战，无人可以比赛的窘境。但即使以小博大，伟丽却丝毫不怂，只因张伟丽7年间挑战各国高手，早就成为6边形女战神，不仅毫无短板，她的地面柔术更是登峰造极。话不多说，一起进入比赛当中。赛前伟丽对艾琳夸赞，说她十分顽强，其实是有原因的。艾琳被称为巴西不倒翁，抗击打能力超群，所以毫不畏惧，一上来就对伟丽投怀送抱，脑袋钻入伟丽腋下。伟丽断头台没成功，对手的蛮力太强大了。还是要对方还是往前顶但是张伟丽这个圈地这个动作一直是给对方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制。张伟丽果然先做苦，对，不着急。艾琳下前抱单腿，不过技术实在粗糙，对伟丽构不成威胁。即使张伟丽双脚离地，但仍旧能平稳落下，核心力量出类拔萃，一有机会就抽拳砸击。可以再往下压一点。力量也很大很大呀。对，但是重心张伟丽重心控制的相对好是哦。实在罕见的连环踢，伟丽快速后撤，防止被抓空档。随后雷霆出击，拳打脚踢把艾琳逼在笼边。然而拳脚只是积攒伤害，不是最终目的。对方现在是进行的残暴躲避张伟丽的这种目前的攻击。可伟丽拿后背却失败了，不愧是顽强的艾琳，防摔技巧太出色了。不过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顶起顶的，继续。艾琳想拿小书包把位，伟丽快速转身后膝盖上提，不仅用顶膝，更是用肘击猛烈输出。可艾琳却仿佛毫发无伤。以我看，不是伟丽力量弱，而是艾琳实在皮糙肉厚。对，其实这种短距离的肘法运用其实很好用是吧？而且很容易让对方的脸开口对，一旦开口之后，会有各种原因导致对比赛有大的影响。艾琳贼心不死，一门心思摔倒伟丽，可以说她顽强，也可以说她是很轴的选手。其实打破砂锅问到底，艾琳体重身高都占优，自然力量占据上风。目前的打法完全是得理不饶人，
完全是忌惮伟丽的重拳。但是发力。好。你刚说到寸劲儿，我觉得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分析这个格勒布金的这重拳，其实就是寸劲儿。短距发短距离，再一次被高高举起，稳稳落下。伟丽就像是在坐摇摇车，更像是驯服一头野驴的老猎人。眼看艾琳体力下降严重，她有的是耐心，有的是时间等待，完全就是用脑子打比赛的选手。3次都把张伟丽扛起来了。张伟丽他这个颈线的位置的比较不错，对，这样他这个头往前弯着不好发力，对，而且我看张伟丽很明显不急于去做不敬的这种，对。艾琳死死抱着伟丽单腿，不了解艾琳的朋友或许会认为艾琳地面技巧出色，可以碾压伟丽，实则7年前在地面格斗当中，伟丽使用手臂十字固，险些掰断她的手臂，完全是既吃不记打。刚刚那一脚好像扔在膝盖上，这下站不住，是啊，踢在膝关节的这个十字韧带上。停肘，停肘。看其实距离很短的。从拳法到腿法，从腿法到肘法，再从肘法转换成顶膝，伟丽的武器库深不可测，终于获得了上位压制的机会。可艾琳却强忍疼痛起身，完全就是殊死一搏的架势。比赛进行到现在，恐怕有很多老铁会转变态度，开始欣赏艾琳了。尝试做一下关节技，哎，脸已经开口了。对，刚刚的肘击应该是。伟丽使用肘击和顶膝，让我不由得想起他最近和严小南的比赛。抛开艾琳的人品不谈，他和小南都是意志强大的选手。如果能完善格斗技巧，打法更细腻像水一样，那么未来注定会大有一番作为。显然伟丽就是他们的目标和榜样。哎，你看又这个姿势，这个姿势一定程度上呢能缓解张伟丽的进攻，但是这个自己来说呢起不到太大的这个激起作用。对啊，对。其实这个我们面向多次的断头台却没绞杀，擂台中实属罕见。艾琳作为柔术冠军，摔跤技巧不怎么样，但抗击打却能和泰拳选手媲美。不过世界格斗技巧融会贯通，伟丽早已集百家之长，攻防流畅转换，实在让人赏心悦目。张志贤在场，对，没有啊，在美比赛里面这么近距离的拼肘，真的是见少见，对，太少见。漂亮！哎，如果不是艾琳额头渗出鲜血，我还误以为她是铁打的。其实受伤最重的不是头部，而是多次膝盖上提的顶膝爆肝。况且从艾琳体力分析，比赛显然已经进入末期，完全是伟丽的表演时间。战力的方面真的是有一点点这种泰拳的感觉了，是。啊，又是一招。伟丽跳起砸肘，凶猛且霸道。现在伟丽丝毫不惧搂抱，反倒抓着对手脑袋开始输出，主动逼近艾琳内围。很多人说伟丽是慢热型选手，现在来看，完全就像是炽热的太阳，在比赛中不断灼烧着艾琳。您在战力上确实是减轻了很大的威胁。作为职业选手，他又不能轻言的放弃。对，我们说是消极，其实也算是战术的一种吧。伟丽在掰艾琳手臂，可惜艾琳仍有余力。而从艾琳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外国选手的弱点。他们注重身体素质，一味追求强壮和力量，结果柔韧性和灵活度都不足，完全就是死肌肉不堪重负。又是一招。两人在龙边，实际上这种肘呢，这种正面的肘啊，其实这种短距离的肘很难 KO 啊。对，它更多还是拍手和大重击造成伤害。对，你这种肘法打击，转身肘是有可能。艾琳的身体早已千疮百孔，张伟丽孤注一掷，将她狠狠摔倒在地。开口的，包括刚刚张伟丽前手后拳加后手的横肘，这个距离稍微拉近一点的，是有可能 KO 的。对。4秒钟，也拿到了一个圈精啊，但是应该是已经没劲儿了。对。哈，比赛结束啊，这个
一场血战，对于艾琳来讲是一场血战。是的，是的，张伟丽也不容易啊，确实是打得很清楚。让我们恭喜张伟丽赢得了这场来之不易的比赛。之所以来之不易，完全是因为艾琳顽强的意志。赛后伟丽表示，欢迎艾琳第3次挑战自己，彰显出了女王霸气。老铁们认为伟丽这场比赛打得精彩吗？欢迎讨论留言。